上，水过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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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万平安，8000小小雨雪，8000海望眼，8000两天长啸，8000中怀吉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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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怀吉年。云贵兄弟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您说，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，你知道吗？我呢在海文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，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，我也不太关注啊，也不太了解。哦，那抗日挺进纵队的谢允峰，你认识吗？啊，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，但是交道打得不多。我刚从和水染的回来，你与谢允峰打交道，我知道。只是交往，现在不都说吗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，张老弟知道两党的过往，不要被蒙蔽啊。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，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，我们地广人多，我们可以拖住他，等盟军腾过手来，局面不愁不变啊。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的太快太猛了，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，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。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，如果他们不收敛，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，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。当然，现在也不可能。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，把谢允峰、葛致远，还有那些民团请来，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，共商抗日的大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刚刚说过了，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。他这人嘛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。我试试吧，好吧？好。小月，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，告诉他，鸿门宴别来。跟特派员有关吗？是，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。胜利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。这次不是小摩擦，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。我就一句话，千万别来。好，我懂了。等一下。好。路上小心。嗯，好。卖香烟喽！卖香烟。掌柜的，哎，我要一个鱼罐头，一个鸡罐头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啊。这两天刚上的货，挺新鲜的。好，您还需要别的吗？玉娇，你，嫂子，玉娇，嫂子，六，玉娇，六大哥。不是，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？是啊，我们没上美云号，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。哎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？哎呦，真是说来话长了。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，我就去了徐州。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，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，孙怀义死了，我的腿也伤了。当时局势特别乱，
也来不及医治。最严重的时候啊，我连路都走不了。一个朋友介绍说，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，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，偷偷来了上海。那现在呢？这伤好点没有？啊，现在走路没问题，就是阴雨天的时候，骨头特别疼。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，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，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。那太好了。别光说我们了，你们怎么样？是啊，你们怎么样？我们到上海，发生了挺多事儿的。嫂子，你跟我来。好，廖大哥你也来。啊。哎呀，云奎的儿子，在上海出生的，他叫岳明，是爷爷给取的名字。真好，我们的干儿子，我叫他起来。哎，不要不要，让孩子睡，真好看，长得像你。哎，师婆现在怎么样？我爹跟万福，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，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啊。要不你们坐会儿，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好。等我啊。这孩子长得真好。哎，老廖，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，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？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不是怎么跟他说呢？难道我跟他说，军政部软硬兼施，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？那还是我跟他说，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！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。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？有消息说呀，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。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，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。这样吧，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，我亲自告诉你们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饭点到了，潘长官，来尝尝我这的大碗面。这个呀，有点像徽州的沱饭碗。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？这不是特殊时期嘛，咱们要共克时艰，请他吃点面吧啊！再说了，这不还有月饼呢吗？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准备一桌中秋晚宴，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。哎，人呢？今天是中秋节，大家呢都是阖家欢乐的，我叫谁谁也不来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关于谢雨峰的处理，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、军衔的提升、你恢复的名誉。如果他来了，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，怎么整编他的队伍。他要是不来，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，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，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。谁说我不来啊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云奎兄，有面吗？有啊有啊，这不都备好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先介绍一下，潘长官，谢司令。金山兄，好久不见。给老弟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好，你请坐啊。您忙。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来都来了，一块过个中秋嘛。有劳云奎兄啊。啊，我给你盛面。好，够了。雨峰老弟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。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？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
蒋委员长的号召，抗日救国呀。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，一个主义，一个政党，一个领袖。金山兄今天请我来，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。那么我想请问您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？有人呢举报你们了，说你们抢夺地盘、成立政府、自行收税、劫掠兵员，有这些事吗？没有啊，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，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，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，号召减租减息，成立政府，这是子虚乌有啊！而且劫掠兵员，它也是没影儿的事儿啊！啊，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，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。当然，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，希望可以妥善解决。您说有人举报，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，我们当面对质啊。溪口镇啊，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，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，就应该还回葛旅长，精诚合作嘛，以诚信为主，是吧？金山兄，您知道吗？这个溪口镇，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。溪口收复战，日方损失31人，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，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。眼下这个问题，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，是我们想还，老百姓都不答应。这个事情团结抗战，消除误会。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。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啊，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3战区的辖下呀。这老弟还不知道，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，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。那么我想请问，是被日本人取缔的，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？是被第3战区顾司令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。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？金山兄，今日你请我来，说是共商抗日大计。实话实说，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，但是我还是来了，因为我相信您。民国26年7月，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，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。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，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，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，我也哭了。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，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。金山兄，今天我想请问您当时流泪，为的又是什么呢？收回你们的防区，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。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，对吧？金山兄，我想送给您2句话：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啊！这3年多来，国共始终站在一起，我们同舟共济，浴血奋战，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。反共，从本质上说，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，对吗？我想，这不仅仅是我们，而是全天下4万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，都不愿意看到的。谢老弟，不，谢司令，你的话我听明白了。张团长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谢司令说的是对的。中国人
不该打中国人。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，是弃城弃地，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。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、分裂国家、卖国求荣的汉奸，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、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。我们是同袍兄弟，要同仇敌忾，坚持抗日，枪口就对着日本人，对着小鬼子。张团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，步调要一致。潘长官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37年淞沪会战之后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。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，让中国人，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、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。云奎兄说得好啊，团圆，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。今天是中秋节，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，坐下来聊聊天儿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。来，今天咱们3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饼，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，早日把日寇赶走。您说呢？云奎兄，有没有人想吃月饼啊？那大家都有啊，每人都有一块。给你。我也要吃，给你，你别摔着啊。谢谢。啊，给弟点的。中秋吉祥。来，玉娇，你的包裹，我的。哎呦，李大姐，好不好吃啊？你接着发一下。好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，需要转交给你。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？兜兜转转才收到。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。大学，怎么了，玉娇？田先生气了。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，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，好不好？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，万福是个大英雄。万福在厨房做菜呢。民国24年，在阿尔卑斯山，我开过他，现在只能作为摆件。无法平静这个房间。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巡捕房边缘的停尸间？我应该把他接回家，对吧？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，疯头疯脑的他趣味无穷。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。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
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。我更不希望，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，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，不行，绝不行，一颗都不行。我那个火柴厂，一要出手，马上好多人抢，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，你不用操心了。这是田先生留给你的。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，他的意思很明确。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，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。谢谢你们。月饼做的可以啊，开门。进去吗？哎，关门。谢谢黑哥啊，你赶紧吃月饼去。走了啊。太爷，太爷，来，喝口水。我不想喝。喝一口嘛。是糖水，还有呢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月饼啊！你不怕他们打你啊？放心吧，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，这是剩下的。月饼。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？哎，万福啊！哎，别，大爷，我吃过了，厨子还能饿着吗？都是给你的。好。好。太爷。中秋吉祥。吉祥。姐，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？那当然了，我们个个都会打，腰绷紧了，草鞋才打得紧。好。姐，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。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？来，你试试。哦，这样。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，我老家也没守住，学校停课，教师失业，学生失学，大家伙都四散而逃。那个时候，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。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、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，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，肯定气都会被气死。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，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。大家伙越说越悲愤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。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，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，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，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，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。我和大家伙商量，退了这个团，我们直接去了武汉。有人去了陆军学校，有人直接参了军，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，
我和我的2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，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，去了18集团军的办事处。18集团军，就是八路军。没想到，他们8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，还听了我们的想法。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，他和我们说，去延安的路不好走，那的粮食紧缺，担心我们吃不好。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4军，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。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，幼小的幼，英雄的英，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，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，所以在新4军报名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在想，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，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赴帆2个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，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。什么仪式？像是和过去的名字，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。我选择了新的我，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。这种感觉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姐，我也想剪短头发，那样看上去也利索。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，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如此分批的退出诺西。你放心，留下的那10几个伤员，我们会把他们藏好，照顾好。谢了。雨峰兄，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。不惋惜，以斗争求团结，则团结存；以退让求团结，则团结亡。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，团结到了你、范县长，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这已经够了。其实话说回来，我倒是有点担心你。回去以后，你怎么样？不用担心，有范县长在，所以葛志远或者潘继山不会拿我怎么样。国民党的队伍呢，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。但抗日，我一定坚持到底，死而后已。云贵兄，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：不聊死，先聊活。顽强的活着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顽强的活着，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。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？我之前呢，也执着于摘掉自己逃跑将军的帽子，为我自己证明，为我们6000兄弟证明。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死于国，成功成人，这是军人的光荣，也是军人的天职。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。对我来说，把他送回去，我尽忠尽职了。可讽刺的是，我没死，我是一路走一路打，打到今天。我问我自己，你打出了什么名堂？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？我跟我自己说，死再多的张仁奎，甚至死再多的87旅的兄弟，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？就真的成人了？所以回头看，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没什么意义了。抗击日寇，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？蒋中正发的是崇正剑，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，何键那边发的是慧剑。那发了这么多把剑，究竟是为国而战，还是为个人而战？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，就成谁的人物？手上的剑是有形的，说穿了，也就是个铁开纹，没有什么杀伤力。
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，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。无形的剑。玉皇兄，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民时胜利之感。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，指的是他吧？全中国4万万的群众，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。这句话谁都会说，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。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，做起来是何其难啊！我真诚的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，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，去亲眼看一看。兴许在那儿，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。我会仔细考虑。保重，保重。出发。张大哥，我走了，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中，加入新四军。傅帆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，我想还是写信吧。一直以来，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，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。可是昨天晚上傅帆姐跟我说，她为什么当新四军，为什么改名，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。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淞沪开战以来，鬼子炸了我的婚房，又炸了武汉余家。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，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。我终于懂得，国不保，家何能存。我觉得时至今日，只要有血有肉的人，谁都忍受不下去。我常想，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，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。张大哥，我是真这么想的。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。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，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。我想去苏中看看，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、剪短发、上战场、做民抗，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我想加入新四军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张大哥，马上分别了。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，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，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，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，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，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。我有点说不下去了，又不是不见了，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。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，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。如果你有空，也给我回封信吧，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。韩小月。老廖被捕了。被捕了？军统上海局局长铁树叛变，已经被捕5、6天了。现在情况危急吗？老廖一被捕就吞了箭头子，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。这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，
泻药、芋头，最后还给他灌了肠，救了过来。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。他们让我过去，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。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，但是他没有叛变，他反而以命相搏，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，请示了周佛海。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周佛海答应了他2件事：第一，不必非逼老廖落水；第二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，允许前妻行事。他们另带廖大哥，应该是有所图吧？是的，相比落水，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。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，比起刚被捕那2天，待遇好多了，每天好吃好喝。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，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。老廖告诉我，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。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。谈判？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2个？对。嫂子，这事儿不能答应啊。那是当然。谈判就是叛国。我和老廖心中明白。不说这些了。老廖让我告诉你，现在76号优待的，南京又很重视的，他尽量跟那边周旋，尽快把师伯他们救出来。亮先生，您今天光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。您是不知道啊，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，鞍前马后，的确是费了不少力。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。哪里？丰田兄，哎呀，丰田兄，不好意思啊。林主任，久等了。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跟丰田兄是好朋友，好朋友是不拘于小节的，对吧？对。坐，快坐。尝尝我这好茶。好。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！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。哪里呀？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，所以啊，我就有话直说喽。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，我这次登门呢，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。林某洗耳恭听。这第一啊，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。这次来上海啊，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沪游击总司令，其实啊，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，替重庆政府筹钱，替忠义救国军筹钱。那这第二呢，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，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嘛？说实话，我一没这个能力，二没这个地位，人微言轻啊。客气。就算是有1/10的机会能够做成，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？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，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，对你这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？合掌。第三啊，非常时期嘛，我也知道，大家的经济都困难，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，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。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，巧了，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。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，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。什么生意不让做，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。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，就做这违禁品贸易。互通有无嘛。说白了吧，
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，我保你生意发大财。至于这个政治斡旋呢，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，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。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呢，其实都是说辞嘛。丰年兄啊，您是大才，刚才您说的这3点啊，条理清楚，思路分明。我相信，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。弟妹所言甚是啊。不过，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，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。丰年兄所言甚是，完全理解。不过啊，我也不会露面。那你有什么人选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张云奎。这名字听着耳熟啊！听着当然耳熟了，在您那儿关了1年多了。花名册上叫孟万福，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。那个厨子。丰年兄，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。这个呀，是从新京过来的，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。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。是吗？我试过了，效果非常好。这个可不是给您的，这是给嫂夫人的。如果嫂夫人觉得好，以后啊，我来安排。哎呀，太谢谢弟妹了。您客气。哎呦，太谢谢弟妹了。来，喝茶。喝茶。为了我们的事业，好，干杯！咱先擦擦手，擦手。你干什么呢？给我坐好了。裴哥，坐你那儿。裴哥，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，把我爹送医院去吧？他这个病太重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现在能前这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，谁有时间管这些事？就自求多福吧。不是，裴哥，你就帮帮我的忙，你就跟长官带句话，带句话行吗？裴哥，没事，哎呀，咱去不了医院，我摁也给你摁好了。